昨天晚上和刚才看完了2本书，现在准备写一下读书笔记。好多人问我怎么记读书笔记，我一般就是拿一个特别不起眼的本儿，就随便什么本儿都可以，因为这个本儿它必须要轻便，它不需要是那种很华丽的那种很贵的本儿。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在沙发上看书，就随便写2笔；在桌子上看书，随便写2笔。你看这随便窝来窝去，或者什么水打湿了呀，我都不在乎这种。看书的时候就是随便写，记一些比如说非常关键时间点，我看什么类型的书，有一些比如说外国文学这些人名或者人物关系特别重要，我怕看了之后就忘了，或者当时看某些句子的一些自己的感悟啊，你看这个我都划的，就是随便，这个本儿就是一个草稿本，这么说呗。然后现在我是有我自己的笔记，还有我在微信读书里划线那些句子，这些是它自动可以总结出来的，我就根据我划线的句子和我的一些随时记的一些感想去写一个比较完整的我对这本书的一个感想。这样对于我来说，就算真正的读完了这2本书。当然为什么要记录之后，如果我需要我可以再回看，就知道我当时的一些感想，或者说这个书里一些有用的东西，我可以再次利用，再去反复读。今天写的第一篇读书笔记是断舍离瑜伽智慧。一直听说断舍离这个概念，没想到在这本书里偶然了解到这个概念的起源是瑜伽。瑜伽讲断行、舍行、离行，真正的断舍离不只是清理房间，而是清理自己，也就是把身体当成家，把食物当成物品，感知体内某物品是否让自己感到舒适，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清楚内心的拘泥和束缚的过程就是断舍离。我很喜欢书里一个提醒，有问题别急着问别人，先问自己，练习对事物做出决断的力量。还有一点也挺有意思，人是要把能量发散出去的，表达想法、行动、输出其实都是生命力的体现。真正的疲惫不是身体劳累，是能量堵在身体里。第2本读书记录是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这是一个波兰记者写的驻外经历。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到处跑，随身带着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的历史。读这本书就是在不同的年代跳跃，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的故事，作者写的上世纪50年代的经历，以及作为读者的我所处的现在的空间和时间。作者站在波斯波利斯的遗址，想象几千年前的场景，后来又回到德黑兰，回到示威的人群里。而我在几十年后读这本书，伊朗又在发生新的动荡，历史是一个环。书的最后讲到时间的地方主义，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所处的时代最重要、最特别，但政治的谎言、贫穷、东西方的对立其实一直在重复。这就让我想到读书的意义，就是跳出这个时间陷阱，让自己不要只活在当下的局部里。我上一次来健身房还是将近1个月前，去年年底开始手腕疼，然后流感，很久都没有真正运动了。我以前的运动圆环统计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简直是稀烂。今天一上重量直接被打回现实，负重都轻了不少，这个单腿蹬直接只能蹬最低的重量。不过没关系，慢慢恢复就好。今天每一个部位都用很轻的重量动了动，找找感觉。前一段生病摆烂，作息全部乱掉，每天没有节制的刷手机，只吃不动，什么也做不了。不过我没有太焦虑，因为我相信自己可以慢慢回到正轨。现在我就要一点一点找回原本的生活节奏和方式，就算慢一点也没关系。下个视频见啦。